未婚妻用私人号发了条想被求婚的朋友圈，我以为相恋12年的女友终于想通，连夜斥资100万准备了求婚仪式，可她仍然当众拒绝我。林成，你能不能别满脑子只是求婚，把心思分一半放在我们公司上面行吗？后来我看到他亲手戴上公司的小助理做的廉价戒指，那一刻我没有再吃醋发疯，只觉得有些累了。亲情长相守，真情在人间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兰，欢迎观看真情人间。林成，你怎么满脑子都是想结婚？你就这么恨娶？难道不能把心思分一半在我们的公司上面吗？宁小婉又一次拒绝了我的求婚。众目睽睽中，单膝跪地的我像是被泼了一桶凉水。好在这次求婚的仪式是在别墅内，请来的都是多年的好友，刚刚还雀跃起哄的他们也都懂事的安静下来，面面相觑后朝我投来同情的目光。我垂着头小声解释，我看到了你发的朋友圈，以为是想通了。宁小婉愣了一下，什么朋友？话未说完，她似乎意识到什么，脸色微微有些泛白。我的心凉了一下。上周宁小婉在私人号发了条想被求婚的朋友圈，却屏蔽了我，还是好友转发给我才看到。我本以为宁小婉是在暗示我1个月内立刻联系好友帮忙布置求婚的现场。钻戒是早就准备好的，宁小婉喜欢的 Dior 的最新款。为了求婚，每年我都会准备1枚，到第2年再拿旧钻戒换成最新款。求婚的捧花是从国外空运的她最爱的路易14玫瑰。宁小婉曾说想要一个浪漫宏大的求婚仪式，所以别墅内所有的装扮都是我花重金打造的。为了这场求婚，我已经准备了很多年，可现在看来，那条朋友圈不是发给我看的。手里的钻戒似乎有些灼烫，我扔也不是，留下也难堪。宁小婉拧着眉头又道：朋友圈说什么，难道就是什么吗？我在朋友圈说想死，难道你还真的要杀了我吗？林成，你今年也不小了，怎么还那么幼稚？你这样，我还怎么放心和你结婚？旁边我们共同的朋友看不下去，劝道：小婉，林成为了这次求婚准备挺多的，他是真的想娶你。不说别的，这次仪式花费了将近上百万，所有的东西都是按照你的喜好买的最贵最好的。宁小婉皱着眉头看向我，朋友以为他动摇了，可下一秒他深吐了一口气：林成，你太铺张了。你知道100万意味着什么吗？100万可以供一个普通家庭几十年的花销，可以供一个人几年的医药费，甚至可以救一个人的命。可你却把这些钱浪费在这种没意义的事情上。他的言语充满嫌弃，可原来的他酷爱奢侈品，从不会有这么强的慈悲心。我已经清楚他说的那条命是谁了。刚要说什么，正在这时，一个年轻男人快步走进来，他身材清瘦，言语间满是朝气。小婉姐，准备好了吗？我们要出发了。咦，怎么这么多人？林成哥，你是在求婚吗？不好意思，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，打扰到你们了吧？我现在就走。嘴上这么说着，他脚步纹丝未动。看到他，宁小婉的语气缓和几分，柔声道：你先等一下，我这边很快处理好。随即他又朝我道：林成，我不知道你在担心什么，但不要再做这种幼稚的事情了。我会跟你结婚，但不是最近。他吐了口气，朝朋友微笑解释：不好意思，麻烦大家了，我还有事就先走了。说完，他转身带张明轩离开。离开前，张明轩故意回过头朝我解释：林成哥，你别多想，
是我之前想请求小婉姐帮我挑选送给我妈的礼物。她是女人，最懂女人想要什么。宁小婉打断：行了，不用跟她解释这么多，我们已经在一起10多年了，难道连这种信任都没有吗？说着，两人的背影消失在门口，一如既往。可这次我没有生气，没有愤怒，也没有吃醋，相反，竟出乎意料的平静。或许因为已经太多次，已经麻木了。张明轩是宁小婉新招的助理，入职时他说自己家里很穷，家里做养殖被人陷害，赔了一大笔钱。小时候为了给他交学费，父亲天不亮就挨家挨户的去借钱，母亲为了他的生活费，才50多岁熬到眼睛都快瞎了。他好不容易考上大学，父亲却得了白血病，原本可以治愈的，却因为家里没钱，只能放弃治疗。才18岁，就只剩下他和母亲相依为命。最初得知这些的时候，我也很心疼他，经常会给他一些个人的帮助，帮他申请奖金和补助。张明轩对我百般感谢，可当晚宁小婉却怒气冲冲地将钱甩到我的脸上。林成，你做得太过分了。张明轩是没钱，但这不是你侮辱他的理由。我被这通责骂砸得头晕眼花。后来又有很多次宁小婉因为张明轩的事情找到我，我这才发现自己的直觉没错，张明轩在挑拨我们的关系。我试图解释，可宁小婉根本不听。做好你的事，别插手我的人。张明轩是我的助理，他什么样我很清楚。别以为你是我的男朋友，我就会纵容你。到底谁对谁错，我有自己的分辨。我以为他只是工作上维护，可后来他开始频繁和张明轩聊天，为了张明轩的事情缺席我的生日、我们的纪念日。上一秒他借口工作忙，连陪我吃一顿饭都不肯，下一秒却能出现在张明轩身边，相约去看电影。我看着装饰浪漫温馨的院子，不远处一只气球的绳子似乎有些松了，晃晃悠悠地飞上了天。朋友们面面相觑，似乎在思索要怎么安慰我。我笑了笑，在大家担心的目光中站起身，平静道：今天辛苦大家了，不用担心我。确实，这场闹剧也该到此为止了。其中一个朋友走上前：林成，再好好想想吧，你和小婉的感情是我们一直看着的，大家都不愿意说。虽然你们在一起10年了，但往后还有几十年需要两人相互陪伴。我劝你。他欲言又止，最后叹了一口气，拍了拍我的肩膀。另一个朋友也劝我，参与重大决策前，建议不要考虑沉没成本。无论你做什么决定，我们都支持。这些都是我和宁小婉最好的朋友，他们亲眼见证了我们的感情，也看到我们感情的岌岌可危。大家没再留下来，帮忙将别墅清理干净后便离开了。今天的糗事被他们知道并没关系，我知道他们不会说出去，宁小婉也不会拿这件事炫耀。可在傍晚的时候，我看到公司的论坛上被置顶了一条消息，是条匿名帖，大意是说公司有人求婚被拒绝了。不少人看笑话，纷纷猜测这人是谁，众说纷纭。还有人怀疑是不是男生利用求婚道德绑架，怀疑男生活该。我稍微一思索，便能猜得到是谁发的帖子。还不等我找过去兴师问罪，倒是他先找来了。张明轩给我发来一张照片，照片上是男人的手拿着我随手放在宁小婉车上的眼药水。林成哥，小婉姐看我出行不方便，又经常要在外面跑，所以把车借给我了。车上还有一支药，小婉姐说是你的，你还要吗？要的话我明天给你送过去。
言辞没有丝毫的不当，却字句都带着针锋相对的挑衅。换作往常，大概是我打电话过去质问，然后张明轩再委屈的解释说我想多了，宁小婉紧随其后维护他，与我大吵一架。可今天的我实在没有心思再去争吵，我直接回复归你了。想了想，我又补充，你不要就扔了，我不喜欢用别人碰过的东西。随即手机静音，我打开电脑，看到未读消息里还有一条外商发来的邮件，大意是再次劝我独立出来，自己创立公司，他会给我1000万的无利息投资。之前我为我和宁小婉的公司找合作商，和他们曾经合作过一个项目，虽然最后因为张明轩的缘故没有合作成功，但外商记住了我，为我分析了公司内存在的种种弊端后，试图挖我去国外。当时的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，现在看来他还是不死心，而且比之前还妥协了一步。换作以往，我定然再次拒绝。我很清楚公司的情况，张明轩仗着宁小婉在公司里胡作非为，当初他哭诉自己被人嚼舌根，宁小婉直接开除了被点名的2个核心技术人员。当天公司对外系统崩溃，外界议论纷纷，好在我及时抢救，这件事才没有闹大。这次合作失败也是因为谈话的时候外商说的话戳到了张明轩，宁小婉一怒之下单方面终止了合作。我们组花了3个月的心血付诸东流，可我原来不在乎，钱没了可以再赚，合作商跑了可以再聊，女朋友只有一个，怎么能抛弃？不过现在我动摇了，我把宁小婉当作女朋友，可她怎么想的我并不知道。想了想，我认真地回复了邮件，告诉他会再用3个月的时间考察。对方察觉到我的合作意向，不到2秒便发了回复，问我出国的时间。这家公司是我和宁小婉一起创立的，即便真的离开，我也应该跟他说一下，让他提早做好准备。打开手机，我才发现宁小婉给我打了不少电话，估计是因为刚才回复张明轩的那句话，我自嘲一笑。之前联系宁小婉，她经常借口忙，和张明轩在一起的时候倒是不忙了。我没再多想，将要去国外的事情编辑成信息发过去，结果不到1秒，消息旁边亮着一个大大的感叹号，我被他拉黑了。原来也是，每次不满意他便会冷战，拉黑我的所有联系方式，甚至还会夜不归宿。最严重的一次，吓得我差点报了警。我按熄手机，窝在沙发上，有些迷茫。原来的自己究竟是怀着怎样的坚持，去一遍遍隐忍宁小婉这些无伤大雅却又耗费心力的小脾气呢？我开始一遍遍地回想记忆里的熟悉又陌生的那个宁小婉，她曾经也事以我为中心，在我们最穷的时候，她为了给我减轻压力，业余时间跑出去做兼职，却因为惹祸赔偿，不知道该怎么办，躲在我们楼下的街角偷偷哭。她却为了不让我担心，憋着泪谎称自己在和同事聚餐，最后还是被我看到，才抱着我痛哭，一五一十地说明了前因后果。我帮她赔偿了所有损失，当时的她哭得眼睛都红了，一遍遍地对我说着：林成，我会永远记得这天的，以后等我们有钱了，我会加倍赔偿你。她记不记得那天我不清楚，但有钱之后，她从未赔偿过我，反倒越来越迷失。原来的她会毫不犹豫地相信我，现在的她却将这份相信放在了张明轩的身上，反倒总是思索我话里的真实性有多少。我陷入回忆里，不知过了多久，等门外传来响动，我睁开眼睛，发现已经是凌晨了，以为是宁小婉回来，
我摸黑起来，打开房间的灯，可等光线亮起，我才看到站在门口的是张明轩。小婉姐，幸好你提前给我设了指纹，不然可能连门都进不去呢。张明轩边笑着边抱着喝得烂醉的宁小婉进了门。你让他喝酒了？我皱眉，他酒精过敏很严重。你这是让他喝了多少？张明轩委屈着嗓音匆匆解释：不好意思，林成哥，今天我妈妈生日，大家都高兴，就让小婉姐多喝了一点。你要怪就怪我吧，不过我已经给小婉姐喂了过敏药，应该不会有事的。我记得厨房里最顶层的第一个柜子里有蜂蜜，你可以给小婉姐煮碗蜂蜜水，这样明天起床不会头疼。她话语缓和又体贴，连家里的东西放哪里都一清二楚。看来在我不知情的时候，她已经来过家里很多次了。算了，时间有些太晚了，林成哥你先休息吧，我去煮。他轻车熟路地往厨房的方向走，宁小婉却似乎清醒一些，醉醺醺地从他的怀里下来。明轩，你今天也喝了不少酒，就别忙了，让林成去。林成，去煮2碗蜂蜜水。明轩也要。见我没动，他推了我一把，还愣着干什么？张明轩匆忙道：林成哥可能太累了，还是我去吧。他累？他累什么？他如果真的累，就不会每天脑子里只想着结婚这种事了。说完，他又训斥我：林成，我发现你现在真的越活越倒回去了。你看看你现在还有哪一点比得上林成？不接电话就算了，我现在人都回来了，明轩都知道关心我，可你呢？作为我男朋友，你像个木头一样站在那里。要不是明轩劝我，我早就和你分手了。张明轩着急地拦他：小婉姐，你别说了，你喝醉了。他故意握住宁小婉的手，我看到她的中指上戴着一枚很廉价的玻璃戒指。之前张明轩说过，这是他母亲准备给儿媳妇的，现在出现在宁小婉的手上，意味着什么？不言而喻。我最后对宁小婉的一丝情意也荡然无存。宁小婉还在说自己没喝醉，跌跌撞撞地站不稳，重新依偎到张明轩的怀里。张明轩无奈地望向我：不好意思，林成哥，你看小婉姐这样，要不然今晚你先出去住吧。我被气笑了，也明白了自己一再的隐忍不会平息矛盾，只会助长一些人的嚣张跋扈。既然如此，又何必再委屈自己？我毫不犹豫地揪起他的衣领，不顾他的挣扎，将他扔出门，冷声道：滚！宁小婉差点摔倒在地，总算清醒过来，看到我把张明轩赶出去，他急了：林成，你干什么？你凭什么把明轩赶出去？看他目眦欲裂的模样，我抓起桌上装满水的杯子，毫不犹豫朝他泼过去。他狼狈地瞪大眼睛，满脸不可思议：你敢泼我？我没有解释，语气冰冷：醒了吗？醒了你也滚！宁小婉，我们结束了。林成，你说什么？你要赶我走？宁小婉不可置信地望着我，片刻她像是想到什么，看向张明轩，火气像是被浇灭一般低哄道：好了，我知道了，你是因为明轩在这儿吃醋是吧？有什么话你直说不就好了？明轩，你先回去吧。他抬手朝张明轩摆了摆。张明轩语气委屈：对不起，小婉姐，林成哥，今天的事怪我，我只是想开个玩笑，没想到林成哥真的会生气。那我就先走了，有什么事你再随时联系我。张明轩一步3回头。宁小婉从旁边扯了张纸边，擦着身上的水边，往门内走。现在你满意了吗？眼看他要进门，我抬起胳膊按在门框上，刚好挡住他的路。宁小婉不解地抬头：
你还要闹什么？宁小婉，你好像误会了，我刚刚说的是我们分手，这里已经不是你的家了。宁小婉嗤笑一声，行了，林城，别闹了，张明轩已经走了，今天的事我向你保证没有第二次，行了吗？他不以为然，像以往一样哄了我之后，想要再次进门，我却始终没有给他让路。他的手指僵住，许是看到我没有跟他开玩笑的意思，原本不屑一顾的眼神转为震惊。他看着我，有些不敢相信，你认真的？我没说话。他有些破防了。林城，我们在一起10年，我陪你吃苦10年，你现在要跟我分手，凭什么？凭你手上那枚戒指。说到戒指，我的内心竟然十分平静，没有愤怒，没有吃醋，仿佛像以往一样在谈论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。我送你的戒指你不喜欢，张明轩的戒指你倒是挺爱的，我愿意退出，祝福你们。宁小婉仿佛这才反应过来，下意识地捂住，却又很快发现已经迟了。她脸色泛白，匆匆将戒指摘下来，这是明轩的母亲非要带给我的。他母亲年龄很大，又吃了很多苦，最大的心愿就是看儿子结婚。我不忍心看他老人家伤心，所以我只是忘记摘了，没有别的意思。戒指是忘记了，那你送给张明轩的房子和车也是忘记了吗？我平静地反问。他看张明轩住宿条件不好，专门私下买了一栋房子，写到了张明轩的名下。有段时间他每天夜不归宿，或者很晚才回来，都是去了那里。这点也是我今天才发现的。一旦想通了他和张明轩的关系，原来所有无解问题的答案都偷偷地跳了出来，每一个延后摆出的答案都纷纷叫嚣着我是小丑。看到宁小婉脸色越来越白，没话辩解的模样，我自嘲地低笑一声。10年的感情着实枯燥，我可以接受宁小婉精神上爱恋另一个异性，但我无法说服自己，在被当成小丑耍得团团转后，还能心无旁骛，自我扑地去相信我们之间还有感情。张明轩本就没走远，在楼梯口偷听一阵后，很快去而复返。他委屈地道歉：“林城哥，对不起，我真的不知道你会介意这些。小婉姐只是对我的身世感觉可怜，才会帮我的。你如果介意这些，我都可以还回去。”说完，又抓着宁小婉，仿佛很着急一般：“小婉姐，你别跟林城哥赌气了，东西我都还回去。你快和林城哥道歉吧。再怎么说，你们在一起10年了，不能因为这一件小事就闹翻呀。”张明轩也是显然了解他的。宁小婉脾气很犟，又爱面子，越是让他示软，他越会把自己的脊梁挺直的像一根钢筋。在一起10年，我连一句重话都没跟他说过，他做的再过火，有什么意见，事后我也只会挑他心情好的时候耐心地跟他讲。这还是我第一次态度这么强硬，更何况他私心仍觉得自己没错，自然逆反心理更严重。果然，这句话后，宁小婉火气也上来了。道什么歉？我们在一起10年了，10年他连该有的信任都不给我，不就是想分手吗？好，分，但说好，公司是我们2个人的，写的也是我的名字，我要分走一半。我耸了耸肩，不需要，都给你。宁小婉堵着一口气，像是想说什么，却动了动唇，最后什么也没说出来。随即他气冲冲地抓着张明轩的手，十指相扣，转身离开了。下楼的时候，他刻意和他贴得很近，比刚才显得更加亲密，看得出来是想气我，但我的心情仍旧平静，像是本就汹涌的大浪，扔一颗石子根本看不出波澜。翌日一早，我递了离职信，
又订了最早一班去国外的机票，准备在国外临时住半个月调查情况。走前，我以较市场价相对低的价格将房子挂给了中介公司，给宁小婉后，这便是我唯一的资产了。刚到机场，我就收到宁小婉发来的信息，是一张胳膊流血的照片，把我从黑名单拉出来，让我看这个的意思很明显是他给自己搬的台阶。宁小婉很缺爱，和他在一起时我都是情绪价值给满的，每次他发我一条消息，我都会在深思熟虑后认真给他回复。或许正因此，他当成了习以为然，总觉得我不会难过，不会伤心，不会失望，不会对他有任何的负面情绪。想了想，我将宁小婉也拖进了黑名单，反正已经分手了，不是有句话说吗？合格的前任就应该像是死了一样。做完这一切后，我发现着实爽，难怪以前宁小婉拉黑我后总是变得神清气爽的，一路上空气都清新不少。登机后，我将手机开了飞行，专心处理昨天查到的相关资料。等连上网准备联系外商的时候，我才发现手机涌出来好几条消息，有前同事发来的：林经理，你怎么离职了？我看宁总今天好像特别生气，早晨发了一通脾气之后，到现在都没回来，他肯定舍不得你，你还是回来吧。有朋友发来的：林成，你真的和小婉分手了，别难过，缘分的事情谁也说不好，我相信总会有更适合你的，无论你做什么，兄弟都支持你。还有一条是张明轩发来的消息：林成哥，小婉姐照顾我妈妈的时候不小心伤到了胳膊，不过你别担心，已经让医生处理好了。还有张配图，是宁小婉坐在张母的病房前，垂着脑袋在给张母削苹果，贤惠的模样让我感觉很陌生。不久前，我因为胃病做了一次手术，住了3天的院，想要让宁小婉照顾几天，可她只去了1次，便跟我抱怨医院的消毒水味太难闻了。第2天就请了护工，没再去过医院。那段时间，我因为生病，心情也很低落。唯一一次提出请求，想让他在身边照顾，可他当时很不耐烦：谁照顾不一样吗？就算是我过去，难道你的病就能好得快一些吗？我又不是你的药引子，你好好养病，别总是胡思乱想。我还要处理公司的事，可后来我才知道，那段时间的宁小婉没有处理公司的事情，而是和张明轩在一起收拾新房子，抱怨消毒水味道是假的，嫌弃和我在一起无聊是真的。我嗤笑一声，顺手把张明轩的号码也拉黑了。在国外短暂住下后，我和外商聊过后，便每天在外调查，同时也抽空学习外语，以便解决和老外的一些沟通障碍。半个月后，我大概了解完市场的情况，发觉着实是一个很好的商机。没多久，我便申请了长居的签证，中介那里也有了消息，房子成功被人看中了。办好手续后，扣除中介费和手续费外，剩余的钱全都打进了我的卡里。本以为就此平静了，直到1周后，我在深夜接到一通陌生的电话。迟疑片刻，我接起来，听筒里传来宁小婉略有些阴哑的声音，她的语气一改往日对我的跋扈，居然有些小心翼翼：林成，你把别墅卖了。她的嗓音有些发颤。我本想直接挂电话的，可想了想，还是决定和他说清楚。别墅当初是我自己出资买的，处置权应该是在我手上。宁小婉似乎有些着急：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，那套房子我们住了5年。我假装听不懂他的意思，恍然道：对，满5年。
又是我名下的唯一一套房产，不需要交个税，卖出去的可快了。林城，我在跟你说正事。宁小婉嗓音竟颤得愈发厉害。你是真的跟我分手了？不然呢？我有些诧异。宁小婉到现在都觉得我在跟她开玩笑，她的嗓音似乎带着哭腔。可我没想跟你真的分手，当初我是生气才会答应分手的。可我一直在等你哄我，只要你哄一哄，我就像以前一样跟你复合了呀。他的语气还有些委屈。如果你是因为张明轩的原因，我已经把他开除了。他之前发帖嘲笑你的事，我也知道了，已经给他应有的惩罚了。这点倒是让我感觉很意外。原来他从来不认为张明轩是错的，他总是觉得张明轩有苦衷，所以也谈不上什么对错，更谈不上惩罚。宁小婉继续说着：林城，我们在一起10年了呀，10年的感情，人生能有多少个10年？怎么能说分手就分手？你不是要跟我求婚吗？我清楚他接下来要说什么，我直接打断他的话：不好意思，宁小姐，我这里现在是凌晨，如果没有重要的事情，我就先挂了。不要挂！宁小婉着急道。或许是看到还在通话，她沉默半秒，语气诚恳，还带了几分请求：林城，你回来吧，我需要你，是你的公司需要我吧？我嗤笑一声。你知道，宁小婉那端声音弱了下来。这段时间，纵然我没再关注国内的事情，但还在和同事以及朋友联系。宁小婉的事情我已经差不多都清楚了。他为了张明轩又搞砸了一个很重要的项目，但这次他们踢到了铁板，对方公司直接起诉，要求5倍赔偿。以公司的规模，5倍的赔偿是完全没问题的。可坏就坏在张明轩想要证明宁小婉对自己的偏爱，又去挑衅对方的项目负责人，对方负责人丝毫不惯着他，将事情直播到了网上。网友看到后议论纷纷，但大多都是负面评价。公司的论坛被冲，宁小婉和张明轩也都被扒。不少合作方看到后担心影响自己公司的声誉，纷纷提出解约。员工本就苦张明轩已久，这场危机一来，没人再想收拾这个烂摊子，纷纷提出辞职。公司本就岌岌可危，这下一来几乎要崩盘。我太了解宁小婉了，如果不是遇到困难，她怎么会想到找我？可我真的不只是为了公司。林城，我忘不掉你，我不想分手，我对你还有感情。他急切地跟我解释，我只是轻笑。宁小姐，等你再过段时间就会明白，有些事情不是想不想，有没有感情就可以决定的。说完，我没再费口舌，挂断了电话。按照往常的习惯，我赶先挂他的电话。这个时候已经被拉黑了，可是没有。电话挂断后，宁小婉给我发了一条消息：林城，我会向你证明的。几天之后，我见到了宁小婉的证明方式。短短几天，我为了新公司组建事宜，跑遍了整座城市，有外商出资，位置设立在 CBD 中心圈，人员一部分是外商推荐，一部分是我原来的同事听说我的计划后，毫不犹豫地办护照前来。这天开业仪式，公司热闹非凡，赶来剪彩的朋友们被安顿在了酒店一起庆祝。觥筹交错间，我望着一张张精致考究的脸，满目华丽的宴会厅，1人高的蛋糕，恍惚间想到了10年前，公司刚成立之初，只有我和宁小婉，我们举行了相对寒酸的庆祝仪式。我们坐在地下室不到10平米的小房间里，对着只有4寸的小蛋糕，各自说着愿景。林城，我有预感，我们的公司一定能发扬光大。到那个时候，你就穿的西装革履，
在万众瞩目中将我迎上台，让大家都羡慕我，也不枉我陪在你身边这么多年。到时候你可不能变坏，不要我了。那时候他的双眼亮晶晶的，比宴会厅还要亮。林总，说两句吧。旁边朋友的声音打断了我的回忆。我抽身出来，扬起笑容，走到正中心的仪式台，刚要开口，目光扫过厅内的宾客时，却瞥见一道熟悉的身影。我以为自己看错了，直到苏小婉风尘仆仆地闯进宴会厅，在大家的注视中，她的脚步放缓，眼眶逐渐泛红。林城，我赶上了，你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对不对？他从口袋里掏出钻戒，走到我面前。买下别墅的人给我打电话，说是看到房子里还留着这枚钻戒。林城，我知道你还是放不下我，让我们重新开始，一切都回到原点好吗？他双眼希冀，我很清楚，只要我现在跟他求婚，他会毫不犹豫地答应。不明真相的宾客想要欢呼，可看到四周一片寂静，举起的手又讪讪地放了下来。我看着他的眼睛，抬起手向他展示无名指的戒指。不好意思，宁小姐，我已经结过婚了。与此同时，一个年轻的女人从席间起身，走上前，疑惑又礼貌朝宁小婉问道：“你好，女士，请问你是谁呀？和我丈夫认识吗？”她的无名指上同样戴着一枚和我款式相同的戒指，不同于当初向宁小婉求婚时的昂贵钻戒，这两枚戒指很普通，只有碎钻。女人牵住我的手，我们温柔对视。宁小婉僵愣在原地，连戒指落在地上都没有察觉。怎么会？怎么可能？她摇头，脚步虚浮，不由自主地后退，像是在演影视电影一般。不可能，林城，你怎么会这么快就结婚？你一定是在骗我，一定是骗我的。你买的戒指这么便宜，你根本不是真心爱他的，你是在演戏给我看的，对不对？难道你忘了你当初说过什么吗？你说过你只会娶我，你说过无论什么时候都不会扔下我的。他语无伦次，最后近乎疯狂的要去摘我手里的戒指。围观的人群反应过来，匆忙拦住他。有不认识他的人将他当成了对手来闹事的，动作粗鲁的将他摁在了地上。宁小婉几乎尖叫着哭出来，一双泪眼死死地看着我。林城，你别这样，他哀求出声。看着他此时的眼神，我不由自主地在想，当初他和张明轩亲密暧昧的时候，我是不是也这样狰狞丑陋？时间太久了，有些记不清了。我摁了酒店的内线，让他们将宁小婉带出去。宁小婉挣扎着，不停地咒骂我。最后，她抱住宴会厅的柱子，做最后的挣扎。林城，你怎么能在大家面前这样对我？这个我记得，当初宁小婉当众拒绝我的婚姻，当众为了张明轩骂我，当众为了张明轩打我一巴掌。我也曾这么看着他，不肯相信他会这么对我。现在我只是在以他对待我的方式对他罢了。原来对他来说也是这么难以接受啊！最后，宁小婉还是被保安扔了出去。年轻女人见他彻底离开，这才将戒指摘下来放到我的手心，揉了揉鼻子，郁闷道：“我演技这么差吗？这就被发现是假的了？”我笑了笑，不差，可能还是因为他太了解我了，毕竟在一起10年。宁小婉很清楚我在感情方面的疯狂，她赌我在短时间内绝不会投入下一段感情，因为一直相信自己能赌赢，所以才一直肆无忌惮。我也一样。昨天朋友向我主动道歉，坦白告诉宁小婉我的行踪后，我就猜到了他会过来，也提早找人帮忙做戏。做戏真假无所谓，
但能让宁小婉明白，她这次赌输了。我无法投入下一段感情，但也不会再和他破镜重圆，因为那是对曾经被伤得千疮百孔的自己的背叛。宁小婉的大闹并没有引起太大反应，大家很快就这件事抛到了脑后。公司很快便步入正轨，因有着之前的经验，公司发展越来越好。直到1年后，又赶上风口，盈利翻了10几倍。宁小婉则没有那么幸运了，公司的难题并没有解决，长期的萧条下，很快破产清算。那天和朋友打电话时，他提到了宁小婉。小婉回国没多久就和张明轩结婚了，我们都劝他，张明轩明显是有算计的，可他偏偏不听，执意要和张明轩在一块儿。他们家简直是把宁小婉当保姆使唤的，怀着孩子还要伺候他们。上次我上街看到张明轩他妈，不知道为什么当众把宁小婉骂得狗血喷头。张明轩在旁边不仅不帮忙，还帮他妈的腔。他们现在就是看宁小婉没钱了，所以开始欺负她。换做之前，他们恨不得把宁小婉捧起来。我们想办法帮过他几次，但据说张明轩一见到宁小婉和我们联系，就对他动手。前段时间，宁小婉好像因为张明轩动手流产了，张明轩被告上了法庭，两人总算是离婚了。他过得还挺惨的。嗨，当初跟你在一起多好，非要折腾。朋友长吁短叹，我附和几句便挂断电话。卧室内传来妻子带着笑意的声音：“林成，你快来看，宝宝又来踢我了。”几年过去，我终于从那段感情走了出来，成立了新家，有了一个满心满眼都是我的妻子。我望着客厅沙发墙上的结婚照，笑了笑，站起身来了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《真情人间》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